中东，混乱的代名词。这里是地缘博弈的暴风眼，硝烟与动荡似乎是它亘古不变的底色。宗教与世俗的纠葛更成为千年冲突的根源。但同样是这片黄沙漫天，却也盛放着不可思议的繁华与奢靡。在世界版图上，或许再也没有哪片土地能像中东这般充满着撕裂与反差。然而，在中东阿拉伯半岛上，一个低调小众却又遗世独立的苏丹王国，深深勾起了我和先辈的强烈探索欲。你或许对它的名字感到陌生，但它与中国的羁绊却早已跨越千年。它是混乱中东里绝无仅有的和平调停者，也是《1001夜》中辛巴达扬帆起航的故乡。早在600年前，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曾循着季风在此停泊，用大明瓷器换取了被誉为上帝之泪的乳香。而如今，从港口基建到能源血脉，这条海上丝路依然紧密联系着两国的经济与命运。它就是被称为中东瑞士的宝藏国家阿曼。这一次，我和先辈将飞越6000公里，用5天4晚的时间，开启一场不走回头路的北部环线之旅。我们将穿梭于山地、大漠、峡谷、海岛之间，在这个极致融合了多元地貌的苏丹国，开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境外自驾探险。本期我们会从首都马斯卡特出发，深入这座著名的乳香之城，在低调与高级的伊斯兰建筑中，翻越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帝国，彻底颠覆你心目中对于中东土豪国的刻板印象。视频最后，我们也会附上马斯卡特主要景点的游玩路线，各位鱼粉记得截图保存哦。更多关于在阿曼旅行的自驾攻略，还可以参考我们这篇小红书笔记。Hello. Hello. What's okay? Here you go. 我和先辈这次乘坐的是海湾航空，从广州起飞，在巴林中转，将近10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最终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卡特。出发之前，我们就了解到，阿曼是一个坐在石油和车轮上的国家，这里的公共交通极不发达。如果你想玩得尽兴，看更多独特的风景，那么落地阿曼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机场租一辆车。还挺有艺术感的。经过10几个小时的飞行吧，我们终于到了阿曼的首都马斯卡特。我们刚终于经历完了取钱还有办电话卡的过程。办电话卡的话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方便的，但是呢，就是有点小贵。对，我们2个人加起来7天的话，大概买了13里尔。大家一定要算好，就是自己在这里待多少天，然后需要多少流量才可以选到合适的套餐。好吧，话不多说，那我们接下来就跟着先辈一起去取车吧，开启我们7天的自驾之旅。好在阿曼和国内一样，都是左舵右行，道路标识也通俗易懂，自驾完全可以做到无缝切换。我们是出发前在租车平台预定的这家车行的2驱车，整体用车体验还不错，没有遇到避坑环节。鱼丸小 tips， 亲测用中国驾照加上翻译件小白本和 Visa 卡，就可以顺利租到车，5天的车费如图所示，供大家参考。如果你想自驾去沙漠或绿山，那记得一定要选择4驱 SUV 哦。像我们这辆2驱轿车是没有办法上山或进沙漠的。The first 3955. Oh, yeah, thank you. 好，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车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车。来，我们要开箱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租车第一步，一定要验车。鱼丸小 tips， 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车型、保险和明细清单，认真检查车况和划痕等情况。拿车的时候务必拍视频或照片存证。哦，对了，为了避免产生一大笔清洁费，还车之前记得一定要提前去洗一下车哦。
好新啊，竟然是干净吗？新车，干净吗？干净看看是新车，但是我感觉这个，我不敢确定它100%全新啊，但是闻的这个味道，我感觉对，应该就是新车的味。新车没多久。哇，经过一番休整之后，我们终于租好车了。然后我也趁着租车的间隙换了个头，化了个妆，换了个衣服，我已经准备好了。那请问司机准备好了吗？心情我现在有点紧张。他给了我一辆新车，然后我从来没有开过，连这个方向盘都是椭圆的，我就有点不是很习惯。但他好像是国内的那个长安的车，给了一辆新车。哎，我不知道吧，我只能说开慢点，慢慢开吧，慢慢适应吧。不过还好，他这边的车是左舵的车，不是右舵的车。那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我们第一站去那个清真寺。好的，那我们第一次的国外的自驾就要开始了，好激动哦！出发。出发。在马斯卡特自驾，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街道很干净，绿植覆盖高，道路平坦宽阔，极少有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城市界面整体呈现出低调的白色或米黄色。我们好像赶上了早高峰哎，你看前面堵车，那边还有警察，哎，应该就是那个吧？据说阿曼从一个封闭落后的中世纪国家，一跃成为如今拥有全民免费医疗和教育的富裕国度，都与阿曼的灵魂国父卡布斯苏丹密切相关。在阿曼，清真寺和港口以他的名字命名，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他的画像。而我们今天打卡的第一站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正是为了纪念这位已故的传奇君主而建。这座典雅的伊斯兰建筑也成了我们近距离窥探阿曼历史的第一把钥匙。终于到这个清真寺，一路上我都是心情忐忑。然后看着旁边的车都开得很快，对，自己又不敢开快，又不敢开得太慢。对，他们这边的车真的开得超级快。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市区的道路限速都是120，但是呢，我觉得他们这边的司机的素质很高，也没有那种说乱插队啊，然后乱鸣笛啊，而且车跟车之间的间距保持的也是足够的。它这里特别好的一点是，就停车场特别多。他们这里的规划就是你要开车出行的，那边有停巴士的，后面有停那个出租车的，我们这里是停小车的。周围好像都没有太多，几乎没有。对，公共交通到达的方式。今天的阳光真的好好啊。对，这个蓝天白云映衬的这个大清真寺特别好。刚一进来就被别人说，然后就一定要把头包上。我们现在要进这个清真寺，现在赶上了第一波开门。哎，它有门票吗？应该没有门票，这个免费的。但人家旁边还有这种警察在这里站岗，看到没？哇！在伊斯兰世界中，建筑极度重视天堂的概念。古兰经将天堂描绘为流淌活水的花园。当你步入苏丹卡布斯大清真寺，你会发现这完全就是一座被复刻出来的典雅园林。它于1995年动工，2001年落成，是阿曼最大的一座清真寺，也是极少数向非穆斯林游客开放的清真寺之一。远远望去，清真寺周围的5座宣礼塔不仅是城市天际线中最耀眼的地理坐标，也是整座建筑在宗教精神上的核心表达。5座宣礼塔分别代表了伊斯兰教义当中的5功，即念功、礼功、课功、斋功、朝功。其中主宣礼塔高达90米，另外4角的宣礼塔也高达45.5米。它们环绕清真寺而立，仿佛要将内部的圣洁与外界的喧嚣彻底隔绝，为每一位踏足这里的信徒和访客共同撑起一个神圣立场。园丁在这里辛勤的种花，你看这里真的是干净到连一片落叶都没有。你看它这个地面，感觉像镜面一样。对啊，就一直在擦呀。
擦得很干净。我看到刚刚那个小哥反复的擦。整个建筑群使用了30万吨的印度拉贾斯坦邦浅色砂岩，这种石材在阳光的照射下，表面会折射出一种温润的哑光质感，进一步凸显出它高贵典雅的气质。特别是在空间布局，连绵的拱门和廊柱不仅提供了大面积的阴凉，在视觉上也营造出一种极具节奏感的几何序列。当你穿越回廊走向主祈祷大殿时，物理环境上的降温叠加视觉上的韵律感，会让人自然而然地保持平静虔诚的心境。这种通过建筑设计巧妙施加的心理暗示，更增添了几分肃穆与敬畏。走进主祈祷大殿，你还可以近距离欣赏到2件曾经创下世界纪录的珍宝，重达21吨的手工波斯地毯，以及巨大的施华洛世奇水晶吊灯。我问了一下 Deepsy 关于这个大清真寺的历史和文化，它这个大厅可以同时容纳超过6500名的祷告者，就是这里面全部都是祷告区。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和瑰宝呢，就是我们现在底下的这一块世界级的手工地毯，它有4200平方米，是600名伊朗女工用了4年的时间编织而成。就这一块地毯里面有17亿个手工节，用了28种天然染料。伊朗女工，对啊，它是一种波斯地毯，波斯就是伊朗嘛。然后还有你头顶上的这些水晶吊灯，哇，这个水晶吊灯真的觉得好大，上面有1122盏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灯，所以它特别璀璨。虽然在2007年，这2项世界第一的纪录已经被阿布扎比的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打破，但在现场亲眼看到这2件珍宝，依然觉得很震撼。正如阿曼人温和的民族性格一样，他们对世界排名似乎不争不抢，只是默默地把极致的工艺永远封存在这座建筑的虔诚信仰中。离开清真寺，我们驱车前往阿曼国家博物馆和苏丹皇宫，它们分别坐落在中轴线的2端。国家博物馆于2016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如果说苏丹皇宫的极致对称彰显了阿曼庄重的国家形象，那么博物馆则是通过留白和光影营造出了一种静谧的史诗感。看一下它的这个票价，然后它是从星期六一直开到星期四，它星期五休假。哦，对，这里的意思是星期五是开下午，其他时间开1天。如果你是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就是5里2，差不多快将近有100块钱了。Hello, to Edo. How much? 10.5。哦，涨价了。5.25。5.25啊 ，cash。啊，我想把我的可以吧？它可以现金。No 500. The smallest is 20. The small one. Credit card. 它这里不能找零，要么刷卡，要么自备零钱对，哦。为什么还要多0.5？应该是涨价了，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更新外面的票价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多出来的这0.5里亚尔是政府收取的增值税。鱼丸小 tips， 大家在消费时记得要在总价上多计算这5%的税哦。OK. That side to connect galleries. And come Simran as well here inside to connect galleries. OK. Like how long we will spend here? Up to you. Oh, OK. Yeah, maybe 1 hour. Let's say 1 hour. Okay. It's up to you. Can we take pictures or Yeah, shoot the it's video allowed just here? without flash. OK. Yeah. OK. So enjoy your time. Thank you. Thank you. 还好他看到你还帮你介绍一下。哦，整座博物馆分为上下2层，拥有14个常设展厅，主要展示阿曼人是如何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生存与发展。展厅按照高山、绿洲、沙漠、海岸不同地理环境划分，描绘了这片土地从旧石器时代到完成现代化蜕变这200多万年的史诗画卷。陈列的展品涵盖了早期石器和陶器、精美的清真寺建
建筑构建等，讲述了阿曼人建立乳香之路贸易网络的过程，以及对16世纪葡萄牙人殖民入侵的英勇反抗史。其中尤其吸引我们的是，在阿曼历史进程中，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远方坐标。当年的阿曼商人就是一船船的载着乳香、没药和马匹，从中国换回大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博物馆将两个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奔赴凝固在了玻璃展柜中。在这里，你会非常高频地看到一种熟悉的器物——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哎，这里发现了一个中国的茶壶，这个是什么？寿字吧？应该是寿字，好像是个青花瓷的那种茶壶。公元8世纪，阿曼著名的航海家阿布·欧拜达驾驶着木帆船从苏哈尔港出发，穿越波涛汹涌的印度洋和南海，最终抵达了中国广州。他也被公认为是《1001夜》里航海家辛巴达传奇故事的原型。千年之后的1981年，20多名阿曼水手驾驶一艘仿古木帆船，同样只凭星象与季风，极其原始地重走了这一段辛巴达航路。直到今天，在广州的洲头嘴公园，依然能看到为了纪念这次跨越千年的再会而设立的苏哈尔号帆船纪念碑。在来到阿曼以前，我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但历史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总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平行时空与你产生奇妙的共振。我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但宏大的历史叙事、古老的传说故事，还有我所生活的城市，仿佛在这一刻以一种极其具象的方式折叠汇合，在脑海中与我接受的教育形成绝妙的共鸣。我在异国历史的最深处迎面撞见了故乡的倒影，我想这大概就是旅行带给我们最珍贵的意义吧。都已经看完了，怎么样？有什么感受？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博物馆不算很大，对，有点小，好像只有2层楼哎。对，但是你慢慢逛还是可以逛1到2个小时。它里面还是有介绍很多历史文化，尤其是它跟其他国家，比如说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展览，还有它会介绍一些它跟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的啊，或者是一些交流的一些历史，尤其是跟中国也有一些渊源跟联系。我觉得如果你是对阿曼的国家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但如果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这里也可以不来。这个国家博物馆对面就是那个皇宫哎，正对着。它的皇宫感觉还挺朴素的。苏丹皇宫是阿曼苏丹的正式仪典行宫，主要用来接待外国元首和举行国家大典。说实话，第一眼看到这座皇宫时，它的朴素让我们感到惊讶。找了一个咖啡区，喝了杯咖啡提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本地的这种小哥，他们都好友善。很友好的跟我们打招呼，对，而且他们那种打招呼是很淳朴，你觉得是很真诚的，没有一点讨好或者说调侃啊、调戏你的意思，对，就觉得特别的很 welcome。我感觉他好像就是，如果时间够的话，他想上来跟你聊2句的那种，对，特别好玩。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阿曼是唯一一个以伊巴德派为主流穆斯林的国家。作为温和而务实的一支，他们崇尚极度的宽容与非暴力，推行克制与低调的修行观，所以阿曼人又被赋予了中东绅士的美名。理解了伊巴德派，也就能明白为什么这里虽然贵为皇宫，但占地面积却相对克制，完全没有刻板印象当中的那种宏伟与富丽。他们这里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阿曼的道路是从来不会为行人考虑的，因为它的马路上竟然没有斑马线这种东西。对，就随便横穿马路，好像也没有红绿灯吧？它有红绿灯，但是我感觉很少。然后基本上它的道路都是为汽车而设计的，怪不得人家说阿曼是一座在车轮上的国家。大家如果来到阿曼，真的过马路的时候就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然后你就直接跑，直接过就行了，因为你找不到斑马线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皇宫门前，哇，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对，它这个广场纵深很长，对，然后它两边建的都是
蛮对称的那种。苏丹皇宫将对称这一建筑法则运用到了极致，它将动线全部收束在了这条长达250多米的景观大道上，如同在视觉上画出了一条朝圣般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两旁严格对称分布着规整的树木、连廊和花园，而皇宫主体则宛如一朵向上绽放的花朵，柱身的亮蓝与金色象征着广袤的沙漠与蔚蓝的海水。这种对庄严秩序的教科书般的演绎，完美传达了阿曼独特的处世哲学，高贵而谦逊。现在已经逛完这个皇宫啊，它皇宫你看整个后面这个超级的纵深。但是里面是不能进去的，外边是可以进去的，可以随便拍照。它里面有2个长廊，我觉得那个纵深感构图还是蛮好看的，对吧？是非常出片，强烈建议穿红色裙子来这里拍。苏丹皇宫的对称美不仅停留在建筑本身，更体现在选址上。皇宫背靠崎岖的哈杰尔山脉，在它面朝海湾的左右两侧，分别伫立着2座建于16世纪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堡垒，东侧的米拉尼堡和西侧的贾拉利堡。这2座粗犷的古代军事碉堡，就像2名跨越时空而来的带刀护卫，一左一右完美对称地将皇宫护卫在正中央。现代与古典，精巧与出力，在这一刻形成了绝妙的平衡。景点要门票，所以我们就草草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其实前面的这个景色还蛮好看的，对，我觉得上去就算了，我们在下面看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来这里打个卡就可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买票。在海滨，时间仿佛被按下减速键，海鸥在蔚蓝中肆意飞翔，迎面吹来的海风似乎都浸润着松弛感。漫步在海滨大道，一定会有2样东西引起你的注意：伫立在崎岖山巅的穆特拉堡和从穆特拉集市飘散而出的乳香之味。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马斯卡特，那么这里绝对是你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走街串巷，因为来了这个穆特拉城堡，好不容易来到这个穆特拉城堡的下面，然后准备上去，结果大家看，好多人，而且不是好多中国人，是好多欧美人，给大家看一看，这里全部是在这里排队买票的，走楼梯一直上去，然后去看那个最美的网红 SY。那我们就下次再来吧。现在终于来到了这个穆特拉城堡，上次来是人超级多，然后我们第2天又来了。我们现在来的时间刚刚好啊，准备看日落。对，这边的据说在这里看日落是特别爽。上面还有一个最著名的 S1。现在那边的夕阳快落山了，等着这一刻。他们都在，因为大家都是来看日落的。确实挺美的。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城堡的顶上，然后我们左边看到没？大家看到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最美 S1。对，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在大炮那里，就前面那个位置，上面那个位置。最好是在大概下午4点半左右到这里。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是元旦假期，所以对，没有前几天人多。对，但来这里看日落是非常好看的。对，然后你在这里不知不觉的就会消耗很多时间，然后就会觉得非常惬意。这就是马斯卡特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也在这里也可以俯瞰全城的美景，尤其是我们觉得它背后的那个山上的景色也比较好。我是喜欢它前面的这个海湾，对，有很多的游轮，然后整个一望无际的海，加上那个 S1，整个的视野就非常的辽阔。登上穆特拉堡，等待一场绝美的海滨日落，任凭海风把头发吹得有些凌乱。此刻只想靠在城墙上安静地发会儿呆，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山间，天色渐渐染上金黄。S 型海岸线华灯初上，远处宣礼塔的唤拜声也在耳边回荡。
这一刻，我似乎开始理解了阿曼的慢，就是在当下的这个 moment， 可以允许自己从紧绷中抽离，静下心，好好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说哪个地方的乳香浓度最高，那一定是旁边的穆特拉集市了。几乎每个店铺门口都在焚香。哇，一来有那一股浓浓的乳香的味道，这里乳香浓度有点超标了。我来之后就有点晕，你觉得吗？太浓了，这个味道，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在烧那个乳香。穆特拉集市是阿拉伯半岛上现存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因为地处海港的核心位置，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品在这里集散。很早以前，它就已经成为马斯卡特重要的商业枢纽。走进穆特拉集市，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你会瞬间被一种来自中东的神秘氛围感包裹。集市的主干道呈树枝状向外延伸出无数条小巷，在过去，由于巷道极其狭窄，上方的棕榈叶和泥土棚会完全遮蔽阳光。即使在正午，商贩们也需要点着油灯做生意，因此当地人也称它为暗影集市。集市主要售卖各种阿曼传统手工艺品，如果要为朋友挑选有地域特色的伴手礼，可以来这里逛逛哦。乳香是一种树枝香料，它是阿曼的灵魂，渗透在当地人日常的方方面面。除了被广泛用于宗教的净化仪式，也是顶级香水偏爱的原料宠儿。而且优质纯净的乳香还可以用来食用和治病。我和仙贝也体验了一家据说非常正宗的本地菜餐厅，中文名叫乳香之家。这家店就在港口附近，它的招牌特色就是将优质乳香融入每道料理之中，还会为客人提供极具特色的乳香水和乳香甜品。推荐吃什么吗？有舒瓦是它最经典的。Hello, sir. Okay. This is frankincense water. Welcome drink, ma'am. OK The frankincense water, sir. Welcome drinks. Come with the 3 white color cup. OK Shop Thank water.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And we can order. Okay. Is it enough for 2? Yes, ma'am. It's fair enough. OK. So one Pablo soup, one Shua Kapli, I will bring the before together, right? Soup I will bring first, or you want soup and So Shua? they can come the same Together? time. Yeah. Same time. Yes. Okay. Thank you. Fine. 我以为他是让我选什么什么 fish，对，然后我就问他哪个，他就说，我感觉他应该是在介绍。对，他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是跟你讲一下这是什么怎么做的。然后第二个呢，他问的是你是想要甜品一起上还是说后上？后上然后第三个问的是你想汤先上还是汤后上？对，我是愣了一下，因为他那个口音实在是，卷舌卷得太厉害了。你看那个乳香水，你觉得怎么样？你初看感觉很像那种椰子水、椰青水，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小的可能是果肉的东西。对，但你第一次一闻一尝，你就闻到了浓浓的香料的味道，就是那种你在机场、你在各种集市会闻到那种焚香的味道。你想想，当它入口是怎么样的？首先，它是一种非常浓烈的、刺激你鼻腔的那种香味，然后进到口腔里面呢，它反而没有什么味道，可能有一点点微甜，有一点清爽，还挺特别的。这个是我们以前就是很难想象它会拿来喝的这种味道，对，但是呢，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忍违和受不了，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蛮奇特的。对，很奇妙的味道。对大家来这里，我觉得是很应该试一试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舒啊，酥啊，看起来它就是饭加上那个肉是吧？对，尝一尝这个鱼汤饭，哦，很浓郁的香料味，又有点酸甜口，而且有一些脆脆的东西，对，我尝尝这个就是酥啊，好像是牛肉、骆驼肉、羊肉都有的。我觉得这两个酱似曾相识，好像以前哪里吃过。我知道了，这里面有番茄，番茄的那种酸甜口感可以中和这个肉的腻味。是那种很中东的味道，就你能想象得到的那种中东的那种烤肉的味道。你这个是什么？我这个就是一个 cheesecake
椰枣蛋糕，然后还有一个香草冰淇淋。我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什么，他们叫卡比萨，上面放了一点椰枣，然后旁边也给了一个这种 ice cream， 是吗？巧克力味很浓。这个是巧克力，这个应该是椰枣蛋糕，很像那个栗子蛋糕的味道，但是带了一点姜丝。我觉得它像类似于是一种麸质麦的东西，粗粮做的，栗子不会有这么粗糙的口感。他送的这个是什么咖啡还是什么？阿拉伯咖啡，哇，很像广东凉茶，真的。它是那种，凉茶跟咖啡的混合体。我觉得甜品2个人点1份就好了，千万不要贪多。它的甜品分量挺大的。我们2个现在已经吃完这一餐了，但是你看，甜品都是吃了一半没吃完，还剩这么多，真的实在吃不下去了，因为这个甜品真的太甜。它的用料是扎实的，然后服务态度很好，环境很好，氛围很好。我觉得来尝尝西安，融入本地生活，了解一下阿曼菜是怎么样的，可以，但是不要抱太高的期望。你能想象得出来的中东菜的味道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子，就是很浓的香料味。我们这一顿吃了多少？还有加上5%的税，一共吃了21块6厘2，合人民币大概就是390，将近400块钱。这个是什么？哦，Thank you。在马斯卡特西北方还藏着一处原生态海岛秘境，这里是阿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它就是被称为中东马尔代夫的迪马尼亚特岛。新年第一天，我们从西捕港口出发，准备乘快艇来这里开启我们第2次浮潜之旅。没想到元旦还有这么多人，你看全部都是欧美游，因为今天是假期。对，但假期为什么这么多人？我那天还专门跟他确认了一下，就是元旦上不上班，结果人家非常笃定的跟我说元旦上班，而且还是旺季高峰。我今天终于知道为什么他元旦上班了，因为人太多。有了上次富国岛浮潜的翻车经验，我和先辈这次做了万全的准备，提前准备好了这些装备，还乖乖吃了晕船药。这是我们第2次玩浮潜了，这次就有经验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装备，这次装备全身的潜水服，要用穿的，用然后的，提前先吃好了晕船药。是的，对，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吐了。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还有背包，你看这种防水包。准备出海了，大家看这一船多少人？而且是同时好多条船一起出发。说这个速度还挺快的，感觉要把我颠出去了。先把眼镜戴上，先练一下呼吸。这样对吗？对，先练一下用嘴呼吸。但它会一直流水流口水。对，你就很自然的把它放在嘴巴里面，牙齿咬住就好。对。没想到，虽然做好了万全准备，但我们这次又翻车了。虽然这片果冻海清澈得非常不真实，清晰可见海底五彩斑斓的珊瑚和成群的热带鱼，但我们严重低估了1月的海水温度。下水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冷得瑟瑟发抖，只好草草收场，赶紧上岛晒太阳取暖。水温太低，太冷了。我们刚浮潜不到20分钟，然后就上船了。
风景蛮好看的，是吧？对，因为河水特别蓝。哇，尤其是那个海水真的很蓝。走，我们去看看哪里有海鲜。这里有一只吧，哇2只。这个触角这么长，你看这边全是这一窝。真的耶，好多海鲜。与我们之前去过的海岛相比，这里真的非常独特。当你登岛，放眼望去，一种光秃秃的荒芜感油然而生。这种荒漠感其实源于它特殊的前世今生。在距今大约3500到5500万年前，远古的海洋生物如贝类、珊瑚和盖着海藻的骨骼外壳，在漫长的时间里沉积、挤压、石化，最终形成石灰岩和泥灰岩。随着板块运动，这些古老的岩层被推出海面，最终形成了东西排列的9座岛屿和众多暗礁。所以我们脚下踩着的并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数千万年前远古生物的遗骸。岛上没有土壤，加上石灰岩多孔透气，没有办法蓄水，所以也就长不出什么植被。整片岛屿呈现出一种纯粹的沙漠岩石感。大滩的这个石头是红色的耶。得益于长达数十年的严格保护，这里没有过度的旅游开发，海水呈现出极其通透的果冻海蓝绿色调。岛上的常住居民是极度濒危的玳瑁龟和绿海龟，这里是它们最重要的筑巢和栖息地。这里的海龟数量极多，而且性情相当温和，只要你下水，几乎100%能和它们近距离接触。可惜我们这一次因为太冷了，而遗憾错过。如果你在9月到11月来到这里，甚至还有机会与金沙同游。假如你也喜欢这种极致原生态的海岛，那我们非常推荐你来。好啦，以上就是我们阿曼旅行首站马斯卡特的全部内容了。关于这座城市的景点路线和游玩攻略放在这里了，记得截图保存哦。下一期我们将前往阿曼旧都尼兹瓦，去探访整个阿拉伯半岛最宏伟的军事堡垒之一尼兹瓦古堡，还会在号称高海拔伊甸园的绿山来一场悬崖梯田徒步之旅。视频制作不易，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点赞、转发，一键3连哦。我们下期再见。